Vercel Labs Fabula Zero， 它是一门实验性的系统编程语言。这次变的关键是把编译器输出从写给人看，变成写给 AI 读、修并发射。你要在意的原因很直接，它把编译器当成 Agent 的可编排接口，影响自动修复和 CI 的成本边界。先说对象和背景。Zero 目标是类似 C 或 Rust 的系统语言，编译到原生可执行文件，给你显示内层控制。不同点在于，工具链从一开始就为机器可读优化，而不是为人类错误消息设计。关键变化一：结构化 diagnostics。Zero check JSON 会输出带稳定 code 和 repair ID 的 JSON。示例输出项 OK false diagnostics code NAM03 message unknown identifier line 3 repair ID declare missing symbol RISH 这表示 agent 可以直接匹配 NAM003 并执行 declare missing symbol 的修复策略。Zero explain 可以返回对某个 diagnostic code 的详细解释，供 agent 查阅。关键变化二 capability-based I/O 函数签名必须声明对 world 或派生能力的访问。标准入口示例是 pub fun name world void raises， 比如 check world.out write hello from zero。编译器会拒绝未授权的 I/O， 这把权限和错误路径搬到类型层。这两条变化合起来的工程意义是什么？首先，它把可观测性和失败点显示化 ，Agent 可以靠稳定 code 做长流程编排。其次，它把一部分安全边界移到编译器，减少运行时未授权 I/O 的精细。代价很明确，现有库要改造成显示能力签名，跨语言互操作需要额外适配层。再说一点技术原理，为何结构化 diagnostics 能削减工程胶水？关键不是把模型变聪明，而是给 agent 一个稳定的信号词典。当 diagnostics.code 与 repair.id 稳定时， agent 可以缓存修复策略，回放失败，做可重复的补丁生成。没有这些结构化字段， agent 必须解析文本并对抗格式漂移，工程成本会上升很多。证据与实践细节 CLI 是一个二进制统一子命令集合 Zero check, Zero run, Zero build, Zero graph, Zero size, Zero routes, Zero skills, Zero explain, Zero fix, Zero doctor. Zero fix 查数 iCode 会输出机器可执行的修复计划，而不是只给人看的文字提示。Zero skills get, Zero 查数 full可以拉取与本地编译器版本匹配的 agent 指南，避免去抓不一致的在线文档。实测与边界要点，官方宣称编译参物小于10 KB， 适合小工具和边缘部署。目前版本是 V0.1.1， 仍属实验，生态还很早期，没有统一包注册表，跨编译目标受限，所以不要把它当作立刻可替换的生产运行时，给工程决策的可复用判断。如果你负责 agent 或 CI 的自动修复，值得把 Zero 放到沙箱里试一试。3步试用路径：一、按官方脚本安装，例如 curl fssl https zerolang.ai install.sh， 并把 $home/0 bin 加到 path。第二，运行 Zero check examples hello.0 和 Zero run examples add.0。第三是 Zero fix mash plan mash JSON， 查看机器可执行的修复计划，并用 Zero skills get zero.full 拉取本地指南。首要验证点也说清楚，验证你的 agent 能否正确解析 diagnostics.code 与 repair ID， 并在无人工干预下安全提交变更。再验证编译产物大小和目标平台的交叉编译支持。同时观察 capability 签名改造对现有库的工程成本。内行人会先看的信号，一是 diagnostics.code 的稳定性，版本升级时名称是否频繁改动；二是 repair ID 的语义覆盖面，
常见错误能否被编码成可执行修复计划。3是 trace 失败恢复和回放能力，这些地方最先暴露平台到底省了多少工程胶水。风险与限制再提醒一次 ，Zero 现在是 V0.1.1，规格和诊断可能变化，包管理、生态成熟度和跨目标支持都还不完善，所以把它放在 POC 或隔离舱里验证，而不是立刻替换关键基础镜像。小结一句话 ，Zero 把编译器输出从面向人类的文本变成面向 Agent 的可编排接口，这对自动修复和 CI 自动化是一次有意义的底层改进。但它解决的更多是工程胶水、可观测性和可回放性的问题，而不是把模型本身变得更聪明。你会想先是哪个信号？是 diagnostics.code 的稳定度、repair plan 的准确率，还是 capability 改造的工程成本？